自从商场离职之后，就做起了网约车司机。他是最好的聆听者，凡是听见不公的事，第二天就能沉冤得雪。他还是一位时间观念很强的人，每次打架不能超过30秒。他也是最好的邻居，做完好事从来不留名的绅士。今天晚上他收到了一个加急订单，于是驱车来到一家酒店门口。一个精神恍惚的女孩被男人搀扶着坐进了后座，并递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嘱咐他尽快将女孩送回家中。然后男人匆忙返回了酒店。老麦一看不太对劲，透过后视镜看到了女孩十分痛苦，浑身带伤，衣衫不整，明显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老麦顿时怒从心起，决定要做些什么。他返回酒店，以小费不足为由走进房间。男人似乎并未察觉到老麦的真实意图，从钱包中抽出了一张没有限额的黑卡，递给老麦让他随便刷。但老麦的心思并不在卡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女孩讨回公道。You're not gonna ask me if she got home okay? Did she get home okay? No. Took her to Mass General. They're pumping her stomach as we speak. What's her name? You don't know, do you? This is the point where usually I'd give you a chance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not tonight. Tonight I'm gonna need cameras, cell phones, anything you might have used to record what you did there.男人听了脸色铁青，朝屋里使了个眼色，走到门口把门反锁，局势一触即发。但老麦却泰然自若，缓缓启动秒表。当男人挥拳相向，他灵活的躲避，以柔克刚，下手刁钻。老麦抄起手里的卡，对准男人脑门就是一划，鲜血直流，又顺势前置直接卸了一人胳膊。其他几个见状一拥而上，老麦目光一凛，出手如电，招招制敌命门，转眼间便见分晓。刚刚送女孩上车的男人顿时惊慌失措，老麦命令男人用右手紧紧抱住自己，同时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作为惩罚，老麦毫不留情地折断了男人的左手。Make sure I get a 5-star rating, Junior. 老麦刚到车上，5星好评就来了。看样子那哥们吓得不轻，怕老麦再回来。第二天，老麦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仿佛昨天的事从未发生过。每周这个时候，他都会载着一位年迈的老人去文印店，帮助他复印寻人启事。老人与姐姐失散多年，至今音信全无。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与姐姐团聚。老麦总是特别照顾他，每次只收他2个硬币作为车费。在开网约车的日子里，麦见证了无数的人情世故，他会为学生考上理想大学而高兴，会耐心安慰那些被生活压垮的人，也会为即将出征的军人送上凯旋而归的祝福。除此之外，老麦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这是他纪念已故妻子的方式。然而当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看到家中亮着的灯光，他警觉地拿出手枪。但当他打开房门，一股熟悉的香水味扑鼻而来，竟是久违的苏珊。老麦假死隐退的事情，苏珊是唯一知道的人。当初能够顺利解决黑手党的威胁，离不开苏珊的情报。他此次前来，一方面是为了调查一个案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望老麦。一顿简餐却足以展现2人之间深厚的友情。自老麦妻子去世后，苏珊变成了他唯一能倾诉的人。那晚2人畅谈至深夜，欢声笑语中却不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聚。又过了几天，老麦和小黑正忙着给墙面粉刷，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电话那头，苏珊的丈夫声音沉重，传来了苏珊出事的消息。这对老麦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他立刻动身前往华盛顿，当地警方初步将事件定性为一起普通的入室抢劫。但苏珊的丈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苏珊向来生活简朴，除了手上的结婚戒指，并无其他贵重物品。老麦从苏珊丈夫那里了解到了一个线索：不久前，一名 CIA 特工在家中意外身亡，警方初步判断为特工杀了妻子后，然后再自杀。为了查清真相，苏珊和大卫被派去调查。就在苏珊返回酒店房间，才遭遇不测。屋内的破坏情况表明，她曾奋力抵抗，毕竟她也是经验丰富的 CIA 特工。如果真是普通的小偷，苏珊完全有能力制服。老麦心中明白，苏珊的死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秘密。挚友的离世给老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悲痛之后，他决定亲自追查真相。他取走了苏珊的手机和工作笔记，希望在这些日常的记录中找到线索。凭借老麦的技巧，他破解了手机，深入 CIA 的系统审视案发前后的录像和照片。经过整夜不眠不休的观察，他终于发现了关键的一幕：苏珊进入电梯时，并没有按下他要去的楼层，而是一个陌生男人替他操作了。这个细节暗示了苏珊是被人有预谋的接近。正当老麦觉得真相即将大白时，2名凶手在家中意外惨死，显然是有人为了灭口而下了毒手。这进一步证实了老麦的猜想，苏珊的死背后隐藏着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了查明事件真相，老麦找到了大卫，他是苏珊的同事，也是老麦多年的战友。大卫在见到老麦时，心中充满了惊讶，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老麦的死亡。老麦的突然出现
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震惊。在简短的叙旧后，老麦直接切入正题，他告诉大卫，苏珊的死并不简单，就连2名凶手也意外死亡，这背后一定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黑手。大卫听到老麦的分析后，立刻表示愿意与老麦联手，共同追查真相。根据多年的侦查经验，直觉告诉他，苏珊的死与他调查的那起特工自杀案件密切相关。他来到现场，一遍又一遍地模拟特工自杀的场景，经过无数次的推敲，老麦终于发现了关键的矛盾点：特工自杀用的是右手，而他的妻子中枪的位置弹道偏右，开枪的人肯定是个左撇子。想到这一点，老麦立即拨打了大卫的电话，分享了他的推理。他确信苏珊的死是因为他在调查中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大卫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常，他嘱咐老麦有新线索请第一时间通知他。正在分析案件的同时，老麦突然发现小黑不见了。小黑一直在找快速挣钱的方法，这让老麦担心他可能会走上不归路。为了挽救小黑，老麦携带武器前往了小混混经常出没的地方。在那里，小黑正在被混混们教导用枪的方法，于是老麦果断采取行动。看着老麦手拿双枪，小混混们只好让他把小黑带走。但小黑对此并不感激，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挣大钱。You need to be a gangster. You need to be a killer, little yummy. You need them. If that's what you want. If that's what makes you feel like a man, then be a real man. 5 pounds of pressure, that's all it takes. Come on, gangster. 他嘲讽小黑只是一个连开枪都不敢的怂包，还妄想挣大钱。他告诉小黑不要总想着寻找捷径，每一条路都需要脚踏实地的走。你现在至少还活着，可一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能连命都会丢掉。老麦的这番话也让他大脑清醒了。他找到老麦，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老麦感到十分欣慰，并送给小黑一本书，希望他能从中找到正确的方向。第二天，老麦像往常一样接单，载着一个男人前往机场。凭借他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知道这个男人有问题。 You don't fly that often. Been driv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Logan for the last 3 minutes. 男人知道已暴露，拔刀就刺。老麦驾驶着车辆灵活地走位，避开了男人的攻击。一个急停，趁机夺过手枪，一枪结果了男人。却没想到，通过男人指纹解锁手机后，发现了专属于 CIA 特工才知道的神秘代码。他快速破译后，再联想几起案件，终于明白幕后黑手是谁。于是第二天，他来到了大卫家，见到老麦，他不由心中一紧，因为昨天的杀手正是他派去的。老麦已经通过那串神秘代码，弄清楚了背后主谋就是大卫。老麦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大卫为何会做这样的事情，却没想到起因还与他有关。自从老麦隐退后，他们的小队被迫解散。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大卫和队员们选择了成为职业杀手，只要谁出钱就可以帮人解决麻烦。那个自杀的特工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才被策划杀害，包括苏珊也是一样。大卫试图劝说老麦加入他们，并带着他见了其他3名队友。老麦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为了利益，哪怕是多年的搭档都能残忍杀害，更何况他们还是 CIA 的特工，哪怕是多年的交情，老麦也无法再念及旧情。 What you do, what you become is not my concern. The world is full of the mistake you made. You killed my friend. So, I'm gonna kill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说完，老麦抱着大卫的女儿，搭乘着他妻子的车顺利的离开。既然已经和大卫彻底翻脸，老麦知道接下来必须步步为营。大卫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计划先对苏珊的丈夫下手。但老麦早有准备，提前将苏珊的丈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当大卫的人赶到时，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他们伪装成外卖员来到老麦的家。此刻，小黑正在那里帮老麦粉刷墙面。由于工作到太晚，小黑打电话询问老麦家是否有食物。就在这时，家中的狗突然狂叫。小黑看到一名男子从外卖盒中拿出手枪，他感到很害怕。同时，老麦通过家中的监控确认了是大卫一行人。他指导小黑到卧室的书架后，那里有一个暗格可以进入密室。可没想到，大卫很快就发现了玻璃的异常，这让小黑感到极度恐慌。在这紧要关头，电话响了，老麦邀请他到海边小镇的老房子来了结这一切。大卫离去后，小黑才敢从密室中探出身来。但他没想到，大卫并没有真的离开，他将小黑带走，打算用他作为要挟老麦的筹码。与此同时，海边小镇上台风大作，居民已被疏散，这正是老麦选择这里的原因。大卫和他的队友驾车直奔约定地点，但老麦并不在那里。由于台风的影响，视线受阻，大卫决定拿着狙击枪爬上高塔，以便更好的观察。他的队友则分散开来，这恰恰落入了老麦的计谋之中，好一一击破。占据高点的大卫很快就发现了老麦的踪迹，命令大胡子前去侦查。大胡子发现了一个未关的木门，用震爆弹试探后，小心翼翼地进入屋内，却发现老麦已经消失无踪。而另一名队友在河边发现墙上贴满了苏珊的照片，正准备撕下时，老麦突然从屋内杀出，手握2把尖刀出手，干净利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2名同伴已经倒下，这让剩下的第3名队员心中涌起了不安。而大卫依旧在塔顶保持着冷静，但他没有意识到老麦已经发现了他。老麦抓住时机，一枪击中了附近的高压线，引发的火花和浓烟立刻遮蔽了大卫的视线。利用这个机会，老麦迅速穿过街道，隐蔽在一家面包店内。他破坏了面粉袋，让面粉随风飘散，然后打开电风扇，很快屋内便飘满了面粉。当第3名队员按照大卫的命令赶到这里时，再次使用震爆弹试图控制局面，却发现自己落入了老麦的圈套。战斗已接近尾声，现在只剩下大卫一人，可他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被他俘虏的小黑。大卫确信老麦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伴，于是计划用小黑作为诱饵，逼迫老麦现身。然而面对大卫的挑衅，老麦不为所动，却在关键时刻一枪打爆了车台，小黑因此逃过一劫。当大卫再次举枪时，一阵狂风卷起电线，将其击倒在地。大卫痛苦地在地上翻滚，而老麦趁机攀爬上来，一肘将他击倒，夺过尖刀开始反击。但大卫哪里是老麦的对手，被老麦一顿抱摔连击，夺过匕首废了他的4肢。最终老麦一刀直刺心脏，随后一脚将大卫踹下高塔。随着翻滚的巨浪被海水吞没，战斗结束后，老麦成功救出了小黑。小黑像看超人一样仰望着老麦，心中充满了疑问。老麦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拿出了妻子的照片，凝视着波涛汹涌的远方。电影最后，寻找失散多年姐姐未果的那个老人，在老麦的帮助下也如愿与姐姐重逢。每一次的倾听都是心灵的抚慰，每一次的行动都是沉默的力量。老麦，一个时代的守望者，在纷扰的世界之中守护着每一份纯真与爱。